潘玉良的一生呢是非常传奇的，他并不是像电影啊或者电视剧上描述的那样，用青楼女子啊、小妾啊这些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字眼呢来吸引观众，这些呢恰恰给潘玉良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895年6月14日，潘玉良出生在江苏扬州。传说他父母早逝，14岁时被舅舅卖到安徽芜湖的妓院里。他其貌不扬，性格豪爽，很会给人劝酒。后来遇到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他们结为夫妻，到上海定居。潘玉良出身卑微，几乎是个文盲。后来奇迹般的从一个贫寒女子变成了最早留学法国和意大利的女画家。她的一生充满了戏剧化的逆袭。他从来没有放下过画笔，他画了很多的自画像，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带有一种很忧伤的这种感觉。1920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次实行男女同校，招收了13个女学生，潘玉良就是其中一个。1921年，潘玉良还没从上海美专毕业，就一人前往法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留学生涯。在那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一个不懂外语、举目无亲的女子，先后去了法国里昂、巴黎，后来又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1937年，潘玉良又回到了法国，这一次他在法国度过了余生的40多年。潘玉良最主要的绘画题材就是女人体，在当时的巴黎，遍地都是画室，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画上一天。他借鉴了西方素描的原理，用中国笔墨线条的粗细、停顿来表现人体的转折。陈独秀曾经在他的一幅白描作品中题词，评价他的作品合中西于一也。潘玉良和张大千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张大千喊他是玉良大子。徐悲鸿曾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中国画的振兴，我们这些男子都没有做到，需要像潘玉良这样的一个巾帼女士才能完成。他在法国的生活呢，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清苦。在法国呢是举目无亲的，他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的救济来维生的，经常是到菜市场去捡一些菜叶，还有一些就是人家不吃的那种鸡爪子。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挤出了很多的钱用来购买话剧、画材，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耗费钱的。他有一股蛮性，有一次呢，他竟然画的当时就晕倒在画架上面。哪怕是在第2次大战德国人入侵法国炮火连天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画笔。潘玉良在法国是没有后代的，他主要是受病痛的折磨。他这一生呢，主要就是他的鼻子出了问题，然后呢，他做了很多次手术。他当时在疗养院住着，法国政府通知他说他住的房子要拆迁，他就被迫从疗养院里出来了。结果呢，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去世了。